迪丽热巴泉州拍戏，浓颜见母脸拿布料的样子，像《鹿鼎记》里的花布美人。迪丽热巴的新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结束了上海的拍摄，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福建泉州取景。迪丽热巴今天的打扮十分亮眼，她穿了一件白色露肩连衣裙，梳着自然的披肩发，整个人气质十分清纯。她鼻梁高挺，五官深邃，这脸真的太好看了。她手里拿着一块苹果绿色的布料，仔细看的样子像极了《鹿鼎记》里的花布美人阿珂，只一眼就美得韦小宝一见倾心。迪丽热巴真人的美貌确实很有视觉冲击力。迪丽热巴出演的这部剧虽然是一部只有6集的迷你剧，但她却要一人分饰2个不同的角色，一个是精英作家，一个是家庭主妇，2个角色跨度和反差极大。从路透上看，在上海拍摄的部分，迪丽热巴打扮洋气，性格鲜明，气场强大，应该是作家的戏份。来到泉州这座古朴的城市拍摄，从妆容上看是家庭主妇的部分。迪丽热巴虽然造型靓丽清新，但眼里却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哀愁，很符合原著中的人物形象。可以看出迪丽热巴的演技越来越稳，越来越自然，比之前更有层次了。只看了拍摄现场的片段，就觉得这部剧很有新意，很吸引人。迪丽热巴在泉州拍摄新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的路透照曝光后，再次引发热议。白色露肩长裙，自然披发，手握绿色布料的她，被网友形容为行走的画中人，甚至有人联想到《鹿鼎记》中阿珂的花布美人形象。这种视觉联想的出现并非偶然，它源自画面中人物气质与环境的完美契合，也体现出剧组在视觉叙事与人物塑造上的用心。从专业角度来看，迪丽热巴在这次拍摄中的状态可谓松弛自然，表情层次细腻。她的眼神并非单纯的美，而是带着角色特有的情绪浓度，一丝哀愁，一点坚韧，让人从定格画面中就能读出人物的内心。相比以往更具偶像感的造型，这次热巴显然在追求一种生活化、真实感的表演方式，这种转变是她作为演员的成熟信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是一部短篇迷你剧，但叙事结构复杂，人物设定具有双重对比性。迪丽热巴需在精英作家与家庭主妇2种身份间自由切换，这样的设定对演员的心理构建与表演节奏控制要求极高。她必须在细微的语气、神态乃至姿态中完成身份转换，这对任何演员而言都是挑战。路透片段中可以看出，热巴的角色塑造已逐渐跳脱表面漂亮的标签，转向内在情绪的传递。从镜头语言上看，泉州古城独特的光影为剧集赋予了复古与诗意的氛围，而迪丽热巴的浓颜特质与立体五官在自然光线下表现尤为出众。她与场景之间的互动感极强，既融入环境，又能成为视觉中心。这种画面感不仅源自外形条件，更是表演与镜头调度契合的结果。近年来，迪丽热巴的作品路径逐渐清晰，从偶像剧向多元化题材转型。无论是古装权谋剧、现代情感剧，还是如今的心理写实类短剧，她都在探索更具厚度的角色。可以说，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不仅是她演艺生涯的新挑战，更可能成为她表演转型的重要标志。正如有业内人士评论，迪丽热巴正在摆脱美貌演员的单一标签，用作品证明自己能同时拥有外形与实力。这句话也恰好呼应了她新剧的标题，在光影之间，她正以更深层的艺术表达，让观众看到一个愈发成熟的迪丽热巴。同是花少跳舞，当傣族舞的金晨撞上新疆舞的热巴，差距竟然这么大。在那个星光熠熠的舞台上，2位女星金晨与迪丽热巴如同2朵绽放的异域之花，各自以独特的舞姿诠释了民族舞蹈的魅力。傣族舞的柔美与新疆舞的热烈，在他们身上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。人们常说艺术无高低，但在这一刻，当2种截然不同的舞蹈风格相遇，却令人不停感叹，同是花少跳舞，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金晨
一袭淡雅的傣族服饰，仿佛从古老的雨林深处走来，带着晨露的清新与自然的韵味。她的舞步轻盈，如同林间跳跃的小鹿，每一个转身，每一次抬手，都透露出傣族舞蹈特有的温婉与细腻。灯光柔和地洒在她的身上，为她那曼妙的身姿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观众们平息凝视，仿佛被带入了一个静谧而神秘的傣族村落，感受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与岁月静好。然而，当镜头一转，迪丽热巴身着鲜艳的新疆服饰，如同沙漠中的一抹亮色，瞬间点燃了整个舞台。她的新疆舞热情奔放，充满活力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节奏感。热巴的眼中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，她的笑容如同盛开的花朵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随着音乐的节奏，她旋转、跳跃，仿佛在与风沙共舞，与天地对话。那一刻，人们仿佛看到了新疆的辽阔大地，感受到了那里的热情与自由。两位女星，两种舞蹈，却各自演绎出了不同的风情与韵味。金晨的傣族舞如同一幅细腻的水墨画，令人在静谧中品味生活的美好；而热巴的新疆舞则如同一首激昂的进行曲，令人在激情中感受生命的热烈。这样的对比令人不停思考，艺术究竟应该如何定义？是追求极致的细腻与柔美，还是追求无限的热烈与自由？其实，金晨与热巴的舞蹈不仅仅是两种风格的碰撞，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傣族舞作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承载着傣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；而新疆舞则以其独特的风格与魅力，展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与坚韧。两种舞蹈虽然风格迥异，但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情感。在金晨的舞蹈中，我们仿佛看到了傣族村寨的宁静与和谐。那些身着传统服饰的傣族妇女在竹楼前编织着美丽的图案，孩子们在溪边嬉戏打闹，老人们则围坐在一起讲述着古老的传说。金晨的舞蹈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，将傣族人民的生活场景生动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。她的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自然、关于生命、关于爱的故事。而热巴的舞蹈则令人仿佛置身于新疆的广袤大地，那里有高耸入云的天山雪峰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，有热情好客的人民。热巴的舞蹈就像是一曲激昂的赞歌，赞美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与这里的人民。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，这就是新疆，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。然而，在这两种舞蹈的背后，我们也看到了两位女星的不懈努力与坚持。金晨为了演绎好傣族舞，特意前往云南深入体验当地生活，学习傣族舞蹈的基本动作与韵律。她用心去感受傣族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将这份感悟融入到了自己的舞蹈之中。而热巴则通过不断练习与打磨，让自己的新疆舞更加纯熟与精湛。她用心去体会新疆人民的热情与坚韧，将这份情感完美地呈现在了舞台上。正是这样的努力与坚持，让两位女星的舞蹈成为了舞台上最亮丽的风景线。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民族舞蹈的魅力与内涵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了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舞蹈。同时，她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面对何种挑战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去努力，去坚持，就一定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当然，金晨与热巴的舞蹈风格虽然不同，但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女性的柔美与力量。金晨的傣族舞如同一曲悠扬的笛声，令人在宁静中感受到女性的温婉与细腻；而热巴的新疆舞则如同一团熊熊的火焰，令人在激情中看到女性的勇敢与坚韧。这样的对比不仅令人看到了两位女星在舞蹈上的才华与魅力，更令人感受到了女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。在这个舞台上，
金晨与热巴用舞蹈诠释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。他们的舞蹈不仅令人眼前一亮、耳目一新，更令人在欣赏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。这样的表演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，更是对艺术创新与发展的积极探索与尝试。而当人们回顾这场舞蹈盛宴时，或许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到，艺术无高低，风格无好坏。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所在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心去感受、去欣赏、去品味。就像金晨与热巴的舞蹈一样，虽然风格迥异，各有千秋，但都令人在欣赏中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与生活的美好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期待金晨与热巴在未来的舞台上能够继续绽放光彩，创造辉煌。同时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并传承好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舞蹈吧，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宝贵财富。在综艺节目《花少》中，迪丽热巴以一支极具感染力的新疆舞，再次让观众为之惊艳。她的舞姿不仅展现了个人的艺术魅力，更让充满热情与力量的新疆文化透过荧幕走进千家万户，掀起一股关于民族之美的热议。当镜头聚焦在迪丽热巴的身上，鲜艳的服饰、灿烂的笑容与灵动的舞步，瞬间点燃了整个舞台。她的每一个旋转都带着风的速度与沙的力量，每一次抬手都仿佛在诉说着天山脚下的故事。那种奔放与自由，热烈与自信，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她并非只是在跳舞，而是在以舞为语，讲述着新疆的辽阔与深情。相较于其他表演者的柔美风格，迪丽热巴的表演更像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。她用身体去诠释民族的节奏，用真情去传递文化的温度。这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展现，更是一种文化的自信。她的舞蹈让人看到了新疆的热情，也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与包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迪丽热巴的成功并非偶然。她在表演前深入研究新疆舞的节奏与神韵，不断打磨动作细节，以求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转身都能精准传达出家乡的气息。这种敬业与投入，让她的舞蹈超越了技巧本身，升华为一种文化的传递。她让更多人通过舞蹈认识新疆、理解新疆、爱上新疆。在娱乐工业高速发展的今天，迪丽热巴的这场表演无疑是一股清流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观众，真正的美不在于模仿与迎合，而在于从根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力量。她以舞蹈为桥梁，将地域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完美融合，展现了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担当与创造力。正如网友所言，热巴跳的不是舞，而是在跳出新疆的灵魂。这句评价恰如其分。迪丽热巴以她的才华与真诚，让民族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她的舞不仅赢得了掌声，更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。迪丽热巴正在用她的光与热，续写着属于新时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篇章。她的舞是新疆的歌，也是中国的骄傲。在看完这篇文章后，你是否也被金晨与热巴的舞蹈所打动呢？你更喜欢哪种风格的舞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与感受吧。让我们一起在交流中感受艺术的魅力与生活的美好。迪丽热巴吵架戏封神，一张脸演俩灵魂，手抖到心疼。谁没被迪丽热巴在新剧中的吵架戏惊艳到？虽然爱奇艺的这部6集短剧并不长，但刚曝光的片段却令人眼前一亮。她饰演的双生角色魏兰，在打电话时手抖得青筋爆出，耳朵瞬间长得通红，挂掉电话的那一刹那，露出的病娇笑容更是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那一刻，你甚至能感受到她内心的自我对抗痛苦，简直不是在演戏，而是把角色的内心挣扎演活了。这部剧改编自山本文绪的小说《蓝，另一种蓝》，讲述了平行时空中的2个蔚蓝的故事。
一个是北京的精英作家，穿着干练的西装，却深陷创作瓶颈；另一个是福建小镇的家暴受害者，表面看似隐忍，但内心积压着无尽的不甘。这场令人震撼的吵架戏并非两人之间的冲突，而是两个蔚蓝的自我镜像对抗。其中一句"如果恨是爱的无穷极，那我承认我恨你"，深刻地揭示了角色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，甚至暗示着后续角色的身份互换。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热巴的生理级演技。她的愤怒并非依赖大喊大叫，而是通过细腻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展现出来。你可以看到她握着手机时，手指的抖动连指节都泛白，脖梗和耳朵也因为愤怒而红肿。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状态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在愤怒的情绪爆发后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公共场合，立刻开始调整呼吸，低头看手机确认对方是否已挂断电话。这种从失控到自我克制的转变，几乎是每个人在愤怒过后深深反思的写照。最惊艳的是，电话挂断的瞬间，他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病娇笑容，冷酷又神秘，仿佛预示着角色的黑化。剧集的背后也有一些小插曲，比如曾有传闻称蔚蓝 A 到蔚蓝 B 的场面有粉丝客串，虽然剧组并未证实，但这大概率是谣言。此外，导演由徐冰更换为吴晨成，大家也曾对班底的稳定性有所担忧，但这段片段一播出，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。剧中还有叶童出演精神导师，严屹宽也友情出演，光是这份阵容就足够令人期待。不过，最能打动观众的还是剧集讲述的平行人生这一主题，它恰到好处地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的心声。谁没有在深夜为当初如果选了另一条路，会是怎样的问题纠结过？精英蔚蓝的光鲜背后藏着创作瓶颈，小镇蔚蓝的隐忍中则有着不甘的火焰。这不正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吗？热巴把这种自我较劲的痛感演得真切而生动，尤其是身份互换后的那一幕，她为另一个蔚蓝整理衣襟时的游刃有余，与对方僵硬而颤抖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，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想拯救过去的自己，但又无力改变。当下的娱乐圈，不少流量演员似乎演愤怒就只是皱皱眉，演委屈就只是掉几滴眼泪。相比之下，热巴在这部剧中的表现简直是另一个境界。她不依赖颜值，而是通过耳朵泛红、手抖到失控等细腻的肢体语言，把两个截然不同的蔚蓝呈现得淋漓尽致。精英蔚蓝的愤怒中有傲慢，小镇蔚蓝的隐忍中有不甘，即使他们是同一个人，观众依然能够立刻分辨出两者之间的区别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争议。有网友认为粉丝过度吹捧演技，但看过那一幕幕细节之后，谁能否认热巴的演技之精湛呢？她在愤怒时，在喧嚣的娱乐圈中，拥有绝美容颜的女演员不在少数，但能凭借真挚细腻的演技打动人心的，却屈指可数。迪丽热巴正是那个在颜值与实力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的名字。她以最新短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中双生蔚蓝的精彩演绎，再一次让观众看到了她在表演道路上的巨大飞跃。这部剧篇幅虽短，却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。热巴一人分饰两角，一个是北京的精英作家蔚蓝 A， 一个是福建小镇的家暴受害者蔚蓝 B。 两者在身份、气质、心理乃至肢体语言上都迥然不同。若换作其他演员，极易陷入用力过猛或面目模糊的窘境，而热巴却以极其细腻的控制力，让两个蔚蓝仿佛真实存在于两个平行世界。她用一张脸演绎出两个灵魂的碰撞，尤其是那场吵架戏，几乎成为她演艺生涯的又一高光时刻。她的情绪不是夸张的怒吼，而是从细节中层层递进，手指微微颤抖，耳尖泛红，喉结起伏，呼吸紊乱。那种愤怒到极致却又强行克制的状态，不仅让角色充满张力，也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撕裂与痛苦。
当电话挂断，他嘴角浮现出那抹病娇的笑容，冷冽又脆弱，那一刻的复杂情绪几乎溢出屏幕。这不是简单的演戏，而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共鸣。热巴通过身体的细微反应去呈现人物的心理波动，他懂得如何让情绪有呼吸、有节奏、有余韵。这样的表演早已超越了流量演员的范畴，进入了真正演员的境界。更难得的是，迪丽热巴并没有被外界赋予的美貌标签束缚，她勇于挑战自我，从古装奇幻到现代现实，从甜美偶像到内敛女性，她不断打破边界，拓宽戏路。她的表演不再停留在漂亮的角色之上，而是开始探讨人性的复杂与矛盾。在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中，她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脆弱，更传递出一种深层次的共情。每个女性都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里与自己对抗。正如网友所言，迪丽热巴不是在演魏兰，她就是魏兰。这种由内而外的代入感，是多年来积淀的结果。她不再是那个被称为颜值天花板的女明星，而是一个能用眼神讲故事、用细节塑造灵魂的真正演员。可以说，这一次，迪丽热巴用实力为自己证明。她证明了，美貌或许能让人记住名字，但唯有演技才能让人铭记灵魂。迪丽热巴亮片红裙闪耀全场，粉丝热议不停。迪丽热巴最近穿着一条亮片树叶红裙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这条裙子吸引了大量的关注，许多人赞赏她的勇敢和时尚选择。亮片和树叶的设计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，红色更是令人难以忽视。迪丽热巴的这身装扮让她在舞台上显得耀眼夺目，她的粉丝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的照片和视频，讨论她的时尚品味和风格。迪丽热巴一直以来都是时尚的代表，她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展示各种独特的装扮。亮片树叶红裙只是她众多经典造型中的一个。这样的穿着不仅展示了她的个人风格，也让她在时尚圈内备受瞩目。许多时尚杂志和网站都对她的这次亮相进行了报道和点评。迪丽热巴的粉丝们对她的这次亮相反应热烈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迪丽热巴亮片树叶红裙标签，并发布了大量的帖子。粉丝们不仅分享了她的照片，还对她的作品、角色和演技进行了大力推荐。迪丽热巴的粉丝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她，无论是她的电视剧、电影还是广告代言，他们都会积极为她宣传。粉丝们的热情和支持让迪丽热巴在娱乐圈中拥有了稳固的地位。她的粉丝基础非常庞大，这也让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关注。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发布新作品，粉丝们都会第一时间为她打气和加油。迪丽热巴的新剧《利剑玫瑰》即将上线，粉丝们对此非常期待。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充满悬疑和动作元素的故事，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了一个重要角色。粉丝们已经开始在各大平台上预约这部剧，希望能第一时间观看她的精彩表现。新剧《利剑玫瑰》不仅有精彩的剧情，还有精良的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。迪丽热巴在剧中的表现备受期待，她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一直以来都是她的强项。粉丝们对她的这次表演充满了期待和信心。除了《利剑玫瑰》，迪丽热巴还有其他2部新剧《萧启清壤》和《木须辞》即将上线。这2部剧同样受到粉丝们的期待和关注。《萧启清壤》是一部古装剧，讲述了一个充满斗争和权谋的故事。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了一个聪明而勇敢的角色，她的表现令人期待。木须辞则是一部现代剧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奋斗的故事。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了一个独立而坚强的女性角色，她的演技再次得到了粉丝们的认可。粉丝们对这2部剧的期待不亚于对《利剑玫瑰》的期待，他们纷纷表示会支持迪丽热巴的新作品。粉丝们不仅在社交媒体上为迪丽热巴打气，还积极参与各种互动活动。他们在迪丽热巴的社交媒体账号下留言，表达对她的支持和喜爱。
迪丽热巴也时常与粉丝互动，她的亲和力和真实感让她在粉丝中拥有了极高的人气。迪丽热巴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娱乐圈，她的时尚选择和生活态度也成为很多人追随的目标。她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会引发大量的讨论和关注，这无疑让她在公众视野中始终保持了高热度。迪丽热巴的亮片树叶红裙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，不仅展示了她的时尚品味，也让她在粉丝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。然而，关于她的时尚选择和表演风格也存在一些争议。有些人认为她的装扮过于大胆，难以被接受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。无论怎样，迪丽热巴始终在不断挑战自己，努力让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多面性。她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新的讨论和关注，这也正是她在娱乐圈中保持高热度的原因。迪丽热巴以一袭亮片树叶红裙亮相，引发全网热议。那条红裙犹如一簇燃烧的火焰，在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。有人说，那不仅是一件礼服，更像是她多年奋斗与蜕变的象征。从少女的青涩到如今的成熟与自信，迪丽热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红所代表的热烈与力量。红色一直是最难驾驭的颜色，但迪丽热巴穿上它，却让人看到了惊艳之外的层次感。亮片与叶形设计增添了灵动的自然气息，而她那份从容的笑容和挺拔的气场，让整套造型不再只是华丽的外壳，而是一个故事的延续。她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一刻，仿佛将时间凝固，耀眼却不张扬，夺目却依然温柔。在社交媒体上，粉丝们的热情几乎掀起了一场红裙风暴。各大话题榜单上，迪丽热巴亮片红裙、迪丽热巴时尚造型连续登上热搜。无数网友称赞她像盛放的玫瑰人间红毯女神，甚至有时尚评论人指出，这一造型不仅展示了她的美貌，更展现了她对时尚的理解与掌控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迪丽热巴并未止步于颜值担当。随着新剧《利剑玫瑰》萧启清仰慕虚词的陆续定档，她正在用作品证明自己远不只是红毯上的明星。她在不同角色间的切换，展现出越来越成熟的表演张力。从柔美到坚毅，从浪漫到力量，她的演技也在悄然进阶。当然，伴随热度而来的还有争议。有声音认为这次红裙造型过于大胆，不够保守。但在时尚的舞台上，勇于突破与表达，恰恰是最宝贵的品质。迪丽热巴敢于用造型表达个性，用角色探索深度，这种敢的姿态，正是她成为顶流的真正原因。有人说，每个闪光的瞬间，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坚持。迪丽热巴的成功，并非偶然。从新疆走出的她，一路以热爱与努力，走到了聚光灯的中心。那条红裙不只是美的象征，更是一种态度，勇敢、自信、独立。如今的迪丽热巴不只是荧幕上的女神，更是无数年轻人心中敢红、敢亮的代表人物。她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美从不聚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